今天又接到一个同行兄弟的求助，手上的这一堆东西，他写了个小纸条，怎么有2张核心板？我看一下怎么回事，就拿到手就是拆成这样子的啊，这字写的没我的字好看啊，要多练一下。方工你好，这台机器给客户换过一套视觉后就开不了机，确定是主板问题，自己反复研究搞不定，送你一张料板，看看能不能抢救一下。这个就是他送我的这个料板 ，CPU 字库被挖走了啊，上面还剩一些别的芯片。这个就是他要我修的板，这个屏蔽罩子这里被砸了2个坑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先仔细观察一下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核心板的这一面明显被砸了2个坑出来，应该是受过撞击。反面啊，我现在把这个散热器拆掉啊，拆掉。一眼看过去全是焊油啊，你看这里被焊过，这个地方你看全是焊油，它应该是吹过这个莫斯管吧，周围都是焊油，应该是它吹过焊过，然后再挪到这边来，这个是单板开机点位，也是被它整过了，你看这个边上也全都是焊油啊，也吹过一遍，这里全都是焊油，这个几乎是无差别攻击啊，这个兄弟。怎么回事呢？我揭开屏蔽罩子看一下吧，先不着急动手，先看外观。这些地方啊，全部都被焊过，全部啊，这里都是焊油，这里也是焊油，也被焊过，怎么到处都搞了？有点搞不明白啊，为什么到处都焊了一遍呢？我要全部拆开看一下了。这边也被动过，他说他换了鱼眼嘛，换鱼眼的话要写数据啊，这个是写数据的点位，这里被动过正常，这个3极管好像也被动过。这一边大芯片倒是没动过啊，原厂的封胶都还在，主要是动了周围的小元器件，因为他说的开不了机嘛，他可能认为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啊，所以他把开机电路相关的全部都动了一遍。再揭开一个屏蔽罩子看一下啊，这里也被焊过，个5伏供电的电感，这个一个3.3伏的都被动过。干脆全部打开看一下啊，这面是功放的，这里没被动过，这边也是一个供电，好像是3伏还是几伏的供电。WiFi 蓝牙芯片应该是没动过啊，看着干干净净。再看一下啊，把能打开的地方全部打开，看一遍。5.8跟2.4G 的功放看着干干净净，这里应该是没动过啊。这个是焊死的，这个没被动过，我就不看了。大概全部都看了一遍，主要是这个芯片区域很多地方都被焊过一遍了，3极管也被动过，很多电容都被焊过，都有焊油。通电看一下，还原一下它的问题，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这个时候就有兄弟就问了，难道你不先量一下它是不是短路，然后再去上机呢？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是多余的啊。他拿到我这里之前啊，他已经试过成千上百遍了，所以也不差我这一遍。他要烧也是早就烧掉了啊。先把它全部盖好，装上去试给大家看一下。接个电条板的排线就可以了啊，别的排线可以不用接。开机没有任何反应，正常来说会听到电机的声音跟开机音乐，没有任何反应。那我现在关机，关机之后呢，我拿一个正常的核心板上上去试一下什么反应。好，现在再开机。那大家有听到吧？开机音乐 ，GB 灯也亮了，这是正常的核心板开机反应。好，现在关机，电池取下来，坏的核心板对它进行测量。打开万用表，老规矩，打对地组织。2极管档啊，红标笔接地，黑标笔去量，屏蔽罩子都打开啊。量一下对地组织啊，这边对地组织这边接地吗？这一边，哎，两边都接地了。这边也是两边接地，这边呢也是两边接地，差不多是通板短路了。这边正常，反面。
这里正常，对吧？这边也是接地的，两边接地，大短路的故障，进行单板开机看电流。这个点位呢 ，L3 核心板单板开机的点位是在这个位置，换一根开机线在这个位置。我调的电压是9伏2安，正极就是接这个单板开机点位，负极呢接任何一个屏蔽罩或者是螺丝柱或者是螺丝口都可以啊，都是负极，我就接一个螺丝柱啊，按下电流表的开关键啊，大家注意看电流。开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电流是0.1安到0.07左右来回跳啊，一直在跳，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的啊。关掉，拿出一个，这是正常的核心板，正常的开机电流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拿掉，在相同的位置焊一根开机线，看电流表啊，开机啊，大家看一下啊。从0.5安左右一直往上跑啊，会有正常的跳变啊，看到没有？一直到0.9安，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开机电流。好，现在关掉，拿回我们这个坏板。像这种通板短路啊，你测哪里都短路，你也搞不清楚哪里短路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可以用到热成像啊。我这个热成像呢是大华的啊，是一个自己改装的。在闲鱼上面买的，价格很便宜啊，太贵了，买不起啊，就将就先用这种吧，维修还是可以的。上电，好，来看一下热成像，先把这个热成像打开吧，热成像打开了，待会儿找到合适的焦距去看就可以了啊。现在我进行把核心板进行上电啊。这现在是没上电的情况下，在热成像看到的图像。上电啊，现在有上电了啊，大家看电流表，有跳变的。好，这一面呢好像没有看到异常的地方。我们看一下反面啊，先把电流表关一下，反过来看反面，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发热点啊，有个明显的发热点。大家看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个元件呢？我把手放到这里啊，我们刚刚看到的发热点啊，就是这一颗电容啊，我直接把这个电容拆掉。拿到电容之后才看到啊，这个底下居然是连吸的，我把它这个连吸的地方给处理一下啊。这个同行兄弟也太粗心大意了吧，这底下是连吸的。好，拆掉电容，电容装不装都可以啊，不装都没关系。看一下刚刚短路的地方是不是还短路啊？打一下对地组织，那这不就好了吗？没有短路了啊，看没有短路了。这个电容先不装啊，装不装的可以，先不装，不装我们直接上电啊，看电流。现在板子有点烫啊，先等它稍微冷却一下啊，然后再加电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打开电流表看一下能不能恢复啊，开机。200多了，200多，怎么不跳变呢？不对啊，这个电流还是不对啊，感觉核心板没有完全工作。刚刚大家看正常的核心板，一通电起码就是0.5安左右的电流，你看现在这卡到0.2、26、25这样子就不动了，这个电流是死的啊，不对。那看来没这么简单啊，看来这个板上面还有问题，要继续测量啊。先关一下，先看一下它几个主供电出来没有，打到电压档，直流电压档，然后黑表笔接地，红表笔去测量。打开电流表，打开，200多，0.2安左右的电流，然后来看一下主供电都出来没有啊？首先这个大电感这里啊是1级供电的5伏啊，这边应该是个5伏，5伏有了啊。那这边应该是一个3.6伏左右的电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，只有0.01，这个明显不对啊，这个不对。这边我记得也是个5伏，有没有出来？
也没有啊，这个5伏也没有。好，看一下反面，反面有没有出供电？这边有个电感，量一下啊，这是0.8伏，0.8伏应该是 CPU 或者智库的供电，这个正常。再量一下这边这个电感，这边也是0.8伏啊 ，CPU 或者智库的供电，这边都没有出来。好，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供电没出全啊，有个3.6伏跟另外一个5伏没出来。打开点位图看一下啊，刚刚呢是看到5伏供电有出啊，5伏供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放大一下啊，5伏供电看见没有？几乎通往板上的每一个供电区域啊，5伏供电。这个是没问题的啊，主供电已经有了。刚刚没出供电的话呢，是这个3.6伏，这个3.6伏没有。看一下它两端啊，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啊，两端都是由电源管理芯片控制。然后这边这个也有一个5伏，也是没有出的啊。它是由这一个控制器控制啊，这一个芯片。然后呢，大概的跟大家讲解一下啊，这个 L3 主板的上电原理啊，可能有很多兄弟不知道。它首先一通电，它有一个5伏，第一时间通往全板啊，通往全板。通往全板之后呢，就是这个位置啊，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。13TB 的相机处理器跟相机智库要质检通过，要正常工作。通过之后，然后它才会反馈一个信息给到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啊，告诉它啊，我相机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才会产生一个3.6伏跟5伏的一个供电。刚刚我们量到没有3.6伏、5伏的供电，那么就说明一个问题，那么就说明这个相机它没有准备好。没有准备好，是不是相机坏了呢？也不一定呢。相机或者智库，或者是相机和智库周围的电路都有可能。接下来检查的重心啊，就是相机跟智库这一块的电路啊。看回核心板，通过看点位图啊，大概跟大家讲解了一下它的供电原理。相机和相机的智库啊这一块来检查，着重去检查一下它的一个电路情况。先打对地组织。二极管档啊，红标笔接地，黑标笔去量。几乎这一块区域啊，都是跟相机和相机智库有关的一个电路。大概的去打一下它的对地组织，看一下，先看一下电感啊，几个电感，384正常的啊，60多也正常。这边是4啊，也正常吧，也正常。156也正常，它有些组织很低。是不是代表它坏了呢？并不是啊，因为这个相机处理器，像这种 L3 CPU 和 CPU 处理器，它本身内阻就很小啊，所以你有时候打到的一些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很低的。很多兄弟们是用风鸣档去打，会滴滴滴滴响，以为滴滴滴滴响呢就是坏了，其实并不是，人家只是内阻很低。所以呢，测对地阻值啊，要用二极管档。可以看到具体的阻值，只要它不完全为0啊，基本上问题不大啊，400多啊也正常。看一下这一面啊，相机跟 CPU 附近这边有一个电感，我们量一下，30啊，正常的，没有问题，几乎都正常。再就是仔细观察一下它的周围电路，看有没有掉零件啊啥的啊。仔细看一遍。2 hours later， 真的实在是没发现测量到哪里有什么问题，难道要干智库跟相机 CPU 了吗？感觉要翻车了哦。就是测量都正常，没有任何问题，电压电阻我都测了一遍了，都没有发现问题，是不是真的要干 CPU 了啊？当然不是啊，因为我终于发现一点线索了，请大家观察一下啊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它这个屏蔽罩子，你看一下啊，有2处撞击的痕迹，一处撞击痕迹在这个地方，刚好是个电容。这个电容的话呢，
估计撞到这个电容应该是掉了或者松了啊。这个兄弟拆了重新装，但是装又没装好，还导致连吸了，这是一个撞击点。另外一个撞击点呢，在这个附近。那这附近有哪些零件也是被它焊接过的？有没有可能也被它焊接到短路了？短路肯定就没有，因为我都量了一遍，这附近没短路的了。就围绕这个撞击点的附近啊，去找问题。这附近的最低阻值，所有的东西都量一下。这个电容正常，正常。这个电容接地，这边接地，这边有阻值，正常，正常。接地啊，有阻值，正常。这一个是一个0欧电阻，正常啊。这里又有个电容，有阻值，正常。哎，终于被我找到了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没有啊？这个电容这边呢阻值很大，这个是没毛病啊。但是请看这一边，照理来说，如果它是一个电容的话，应该接地啊，但它不接地，你看没有？它是有阻值的，这个就明显不对啊。难道是这个电容坏掉了啊？我拿出这个兄弟给我的料板去对比一下相同的位置，测量一下它的阻值，好吧？刚刚看到的是量到的是这颗电容，然后我们看向相同的位置，哎，它这里哦，它这个零件已经被它给拆掉了。我来量一下它的对地阻值啊，就量它这个料板上面的这个零件的位置对地阻值，300多、500多，对地阻值都这么大了吗？这个呢，也是300多啊，这也正常啊，因为它这个板上面有很多芯片被拆掉了，所以导致这个阻值会变大，这个也正常。但是它并没有接地呀。如果是接地的话，你拆再多零件，你量这个角位它还是接地，但是它并没有接地啊，那就奇了个怪了。那我再拿一个我自己的好板来看一下啊，我不看它料板，它料板上面零件被它给拆了。这是我的好板啊，看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真相大白了，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电阻。应该是撞击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地方撞烂了或者撞掉了，然后这个兄弟呢，以为这个地方是个电容，然后补了一颗电容上去，所以才导致刚刚的电流。看回点位图啊，刚刚他换电容的地方是一个哪个位置啊？我们找到这个位置，放大放大。刚刚换电容的位置啊，是这个位置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地方实际上刚刚看了，它是一个电阻啊，看一下这个电阻它通往哪里？那真相大白了，通往智库的，而且刚刚看的是个0欧电阻啊，就相当于一个保险，直接通往智库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把这个地方装了个电容之后，这个地方就不导通了，那你这个智库肯定就不能正常工作了，对吧？那就这样就说得通了，那就说明这个相机跟智库这一块没有正常工作，导致没有3.6伏供电。话不多说啊，直接把这个它装错的这个零件给它换掉。然后从它给我的料板上面拆一个下 A few minutes later. 电阻给它装上去就好了。装上去啊，这边一个电容也给它补一下吧，把这个电容补上去。等它冷却啊。A few minutes later. 我们再单板开机看一下。开机，看电流跑上去了。好，先关一下，它发热量太大啊。我把屏蔽罩子先盖一下，先稍微盖一下，怕它发热量太大啊。同时我们打开万用表，提前打开万用表，看一下刚刚的3.6伏有没有出来。
打开电流表啊，好，电流在跑了啊，看一下，要迅速一点量啊，3.7伏正常，这里5伏正常 ，OK， 跑上去了啊，跑上去了 ，OK， 搞定了。好，接下来就准备上机检测，把这个核心板啊装上去，我们就只接电条来简单的判断一下。电池插上去，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啊！开机，哎，电机动了，熟悉的开机音乐来了啊！机臂灯也亮了，能不能对频啊？长按电源键看能不能对频，可以了，熟悉的音乐又来了。那我现在就全部装回去。A little longer than a few minutes later. 花了一点时间啊，装好了，现在开机看一下，先把遥控打开啊，这个遥控开机很慢啊，云台能自稳的啊，没一点问题。我们来对个频，连接。好，这边飞机这边对频，开始对频。OK， 对上了啊，看一下啊，那没有报错，我现在打奖啊，试一下，应该是能打奖的了，打奖。OK， 没问题啊，再看一下，那没有报错，云台俯仰控制一下。他说他换过鱼眼，说明他鱼眼换的没问题，数据写的也没问题啊。看一下倒车影像的效果怎么样啊？好，看一下右边下面，哎，没毛病了，没毛病啊。那这个机器就修好了啊，终于修好了啊，兄弟们真不容易啊。它主要呢那个核心板啊被它搞得到处都是焊油，几乎所有的供电位置都被它焊了一遍了。说实话。它2个位置的故障都是被它人为给弄出来的啊，一个电容底下被它弄到连吸了，它自己也没看出来。再就另外一个位置掉了元件，它装错件了，这个找问题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这个过程。那兄弟们觉得我收多少钱合适呢？